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。今天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镜头前方的这条河是幽水的一个支流，我们可以看到河水是很清澈的，而且里面的鱼也是特别多。在河的对面有一个村子，有10多户人家。其实今天我们来看这栋房子呢，也是有个目的。镜头前方的这位大哥从贵州那边过来的，大哥你好，小心点啊！开车500多公里吧，500多公里，特地赶到这边来看一下湘西这边的房子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距离河边很近，大约是10多米左右吧。从这条小路走上去，旁边都是竹林，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位置还比较高，待会儿呢我们走上去。这栋房子的主人啊，已经在这边搬走了，应该是5、6年了，所以这栋房子一直都是空着的。他们家也在上面的马路边修建了新房子，这座房子目前可能他准备是卖掉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往上面走，去看一看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来了，旁边这里有一栋砖房子，也是猪圈，以前农村里面养猪关猪的，也可以当厕所使用，大概有10多个平方那个样子。这边以前可能是水池，现在好久时间都没有用了。房子的旁边有一块空地，大概也是20个平方的那个样子。房子很久时间没住人，院子都长满了杂草。这边距离河边很近，从这边走下去10多米左右。其实周边的环境还是挺好的。在底下有块土是吧？是你们家的土吗？哦，这上面都是你们家的位置。哦，包括那条路都是你们家的位置啊。这就是房子的主人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进深大约是5、6米左右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房子是没有多大，虽然是没有住人啊，但是主人家打理的还挺好。上面的瓦是刚刚才检修过的，盖的都是土瓦。这边楼层的高度大约是5米左右，两边分别都是卧室，偏房这边呢还留有小门的，从这个位置应该可以进去。这边都留有窗户，这边水电网3通，公路通到了房子的背后。在那旁边还有一座偏房，那边可以做厨房使用，也就是灶房。这些小竹子都长到院子里面来了。那我们进入房子去看一下。先来看一下院子这个院子是没有打水泥地的，所以长了杂草，但是屋檐以内都是打了水泥地，打理一下就非常的干净了。房子里面也是水泥地的，里面有些简单的桌椅板凳，有些家具。这边有梯子可以上到2楼，当然这边农村2楼是不住人的，一般上面就是堆放一些杂物之类的。进去看一下，房间是没有多大，现在我们进入的是堂屋。这处堂屋大概是有20多个平方的那个样子。堂屋和旁边的偏房都是用木板隔开的，里面是小房间，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房间里面是有一些杂物，这边是没有床的，如果这边住人的话，可以在这边放上一张床，都是可以。那边留的有一扇小门，可以进入
灶房那边，也就是厨房那边，这边都是留有窗户的。那我们就不进去看了，再来看看左手边的这个房间。这边房间就装上了木地板，比堂屋高约30公分左右。这边就非常的干燥了。以前这边也是房间的，可以看得出它的顶上啊铺了木地板之后，用那个彩布条封了一层，防止这些飞尘往下掉。这边也是挺不错，这边留的有扇小门，可以打开这扇小门进来。当然，现在搬走了之后，这边的家具啊、床啊都已经搬走了。那这边就是灶房了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这个灶房也是20来个平方的那个样子，3口大灶。这旁边是烧火的，放一些木材。这边就是第一口锅呢，就是炒菜的，中间煮饭。后面呢，煮一些猪食。以前养猪啊，在最后那口灶比较大，煮些猪食之类的。也挺好的。这栋房子啊，虽然没有多大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整栋房子所采用的这些材料都还挺好，包括这些立柱啊，都挺好的。主人家也说了，这栋房子才建了大概有个20多年左右吧，是他们手头上建的，所以这栋房子时间并没有多久。基本上打扫一下，地板呢再重新硬化一下，基本上可以直接住进来。后院呢是一片竹林，待会儿我们走到后院给大家看一看。这边喝的都是泉水，就从这边过去，大概有100米吗？有多少米啊？到水井的位置啊？到水井的位置大概有多远？水井啊？你看着往这往大梯不过去。哦，就从那边过去，就是有水井的，意思就是山泉水。那我们站在院子，再来环视一下四周。这些竹子啊，挡住了视线。其实清理干净之后，这边的视野还是非常开阔的。旁边还有很宽的菜地，这边有条小路，也可以走到他们家的院子里面。背后还有棵大树。那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大约是15公里左右，距离附近的乡镇大约是4公里左右。这是进入这栋房子的马路，宽约5米左右。当然，车子是不能开到院子里面的，只能开到房子的背后，沿着小路走到院子里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不知不觉。你的泪水模糊了我。
多年以后，我已想起年少无忧无虑的我们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天没亮，我们就从家里面过来了，开了2台车子啊，10多个师傅。那昨天呢比较忙啊，我一直都在准备一些打线胶的材料，师傅们呢也在绑扎钢筋。昨天1天的时间就把上面的板筋还有圈梁的钢筋全部绑扎好了，并且在下午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给水电做了一些预埋的工作。所有的工作准备好了之后啊，所以今天早早我们就过来打这块厨房顶上的线胶板。和之前我们打地面的板子不一样啊，今天所有的粪泥土啊都是靠着人工一挑一挑的抬上去，很麻烦的，所以今天人要比较多，而且今天又是非常辛苦的一天。早早呢，我要给师傅们煮上面条，然后马上要煮中餐，师傅他们就在后面做工，那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早早的砍了几根竹子，我们做几根扁担，然后所有的粪泥土呢要靠着人工这样子挑上去，用肩膀挑。现在这边和的是水泥砂浆，这个位置啊全部堆满了，走路都不好走，估计今天这边的沙子呢也会用掉1大半啊。在我们农村里面建房子啊，打线胶都是非常辛苦的，而且要比较早，赶着天气好嘛，因为是个体力活，人呢不可能一整天这样子去做，所以我们都是赶早。我们搭建的这座简易木梯是很好用的。之前啊，我们就买过来很多领子，并且都开好了公母榫。这个时候呢，又用起来搭建木梯，在底下做支撑，上面钉上板子。这边打好线胶板之后，又把它拆了，然后呢，盖瓦的时候才用得上。从底下用领子这样子支撑起来，基本上就是就地取材啊。所有的粪泥土今天是全部靠着人工，这样子一挑一挑的从那边转运过来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种木梯还是比较平的，基本上一挑粪泥土将近有70、80斤左右吧。这是昨天绑扎好的钢筋，中间呢是一根圈梁，圈梁之上我们还用罩筋给它加固了，包括抽烟的位置全部都是有罩筋的。这前面呢也是有落水管，也就是排水沟。整个这个屋顶呢将近有70多个平方。这个位置啊，我们是给它留出来一个1.2米到3米左右的一个空间，这个位置就是做楼梯口的。以后呢，就从这个位置做楼梯上来。
这个屋顶啊，基本上现在就显得很矮了，对不对？后期呢，这栋木房子呢，我们要提高的，大概会提高个20-30公分左右吧。整个前面呢，我们要整体加高，背后的话是不动。这些都是做好的灯线盒，预买好的线管。其实整个这个厨房的顶上风景是最好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直观的可以看到江面，给人的感觉啊特别舒服。以后在这上面做个凉亭，闲暇之余啊，在这边喝喝茶，和朋友聊聊天，非常不错。打线脚板有圈梁的位置一定要先打，这样子整个板子会更结实牢固一点。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面对无数陌生的面孔，像个归宿找不到理由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？并不是我故意冷漠，也不是要让自己孤独，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。我只想要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，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爱与恨不能淡薄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风干的伤口？朋友们啊，这个天气打线胶混凝土实在太累了，师傅们一个个满头大汗的。这会儿呢，太阳是越来越大，还好昨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冰冻了很多水，今天呢，师傅们做一会儿功夫又喝一点水，要不然这个天气啊实在受不了啊。朋友们看得到吗？在砖孔里面我们预埋了线管，这是灯线的，昨天是在天黑之前做好的。厨房里面的水管呢，以后再接，我们暂时先把线给布置好了。大家也可以在视频里面说一说，今天打好的这块线胶板过了多久能够拆模呢？这底下全部都是用钢管还有领子还有模板作为支撑的。这边我们预留的排插线啊灯线啊还是留的比较多的，主要是方便以后使用。上面再打混凝土，这底下呢已经开始积水了。那我们待会儿呢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
大家可能会说，我们之前不是有个小型的搅拌机吗？用那个可能会快一点。实际上啊，那个小型的搅拌机比人工搅拌要慢得多。我们还是用人工，这样子要快一些。有4、5个师傅这样子挑水泥砂浆，那边呢还有好几个师傅在拌浆，上面呢有一个师傅在倒水泥砂浆，然后呢擀平。现在已经是10点多钟，快11点了。我们看打了多少，还没有一半啊。所以说打这块线脚板难度还是非常大，工作量非常多。人工挑过来，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倒满。这上面的线脚板我们打的是12公分的厚度。这些日子就这样经过，今天不再是昨天的我，也许明天要面对的更多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触摸伤痕漫步的双手，忍着痛挣脱内心的枷锁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爱与恨不能淡薄？那边5吨水泥快打完了，每个师傅都是满头大汗，一身脏兮兮。从早上过来一直没有停过，现在都快2点钟了。这个天气打分离土实在太累了。本来想选择一个阴天或者下点毛毛雨的天气再来打，但实在不行模板装好了之后必须要马上打，因为这些模板它都是木质结构的，长时间晒着太阳它容易变形，所以我们装好模板马上就打分离土。现在我已经走上来了，没剩多少了，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应该可以打得完。这水泥也干得很快，那边是上午打的，这会儿呢看起来已经像干了一样的了。这几天我们都要每天浇好几遍的水进行保养。那朋友们师傅们的工作快完了，我也要下去炒菜了。这期的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昨天是开了一天的车子，大概是晚上9点多钟才到长沙这边，所以昨天的视频没有更新。来到这边呢，实际上带着一些
想法去做一些事情的。以前我记得很早之前吧，我就给大家说过，康居别院想做一个规划，长远的规划。我打算在我们湘西先做那么几套房子，然后呢，陆陆续续的往外地去发展，比如说到长沙、贵州，还有云南各个地方，每个地方可能会做那么一套房子。到时候呢，把整个这个房子给联系起来，以后我的朋友、我的一些粉丝可以去住这些所有的房子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，具体要怎么去实施呢？目前我们就是先来看看身后的这栋房子，这是一栋三合院的房子，也是受长沙的一位大哥相约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先从他们家的刚刚进入院子的位置开始拍，给整个视频拍得完整一些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来到这边，感觉挺不错的。这是一口鱼塘，里面的鱼据说还挺多的。今天我们也是受长沙一位杨大哥相约，来到他们家，看看他们家的老房子，已经闲置有20多年了。这是进入房子的马路，宽3米左右，其实上面就是主路了。上面进村的主路是宽5米左右，交通是挺便利的。在这底下还有一片稻田，那上面呢就是杨大哥他们家。杨大哥你好，感谢你的盛情相约，去看一下你们家的房子吧。好啊，这边也有条路是通往哪里的？就是到我们村里面的。哦，到村里面。我看你们这边的路硬化都挺好，马上还会搞那个油化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对。哦，看你们家这边是路面没有硬化了。路面没硬化的原因是我把我们祖上的这个道路啊全部硬化黑化以后，最后再搞我们家。哦，主要是为大家考虑，为群众方便。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好，你先走。这边我们是发现了一棵板栗树，上面是结了很多板栗。你们这属于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了？对。哦，我看周边的地还挺宽的。这田、这个稻田啊，什么东西都是我的。都是你的。但是现在看得出好像也不种了。底下是有一片橘子地，可做菜的地挺不错。实际上车子是可以开得上来。在这边呢有一片树林。其实房子周边的植被是挺丰富的，山清水秀啊。门口就有鱼塘，还有稻田。这边呢也有条路，但是没有硬化。明年就马上就硬化了。哦，明年准备要硬化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感觉像一栋三合院。总共有几个房间？有可以打造出来，如果是要做房间的话，可以做1间、2间、3间，可以做5间房。5间房。还有一个客厅。厨房。堂屋了，堂屋。对，房子真的挺不错，红砖结构。这是85年盖的房子。85年盖的房子。其实各方面看起来的话，真的挺好。房子的瓦片有点损坏，需要检修一下。但是这些砖墙结构呢，都保持的挺好的。整个院把的话是做了水泥的硬化，大概宽60来个平方左右吧。旁边板栗树那边也是你们家的地吗？也是可以搭。我原本想搭那个小亭子啊，什么东西之类的。哦，凉亭之类的。实际上那块位置是可以好好的打造一下，因为这边呢地势比较高，视野比较开阔，距离邻居呢大概有200多米，挺安静的一栋房子。底下也是他们家的稻田，
哎，你们这边的谷子怎么收的这么晚啊？我们湘西那边都收谷子。一季稻，你们一季稻，我们也是一季稻，早一些，我们得晚一些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我还以为长沙这边可能收稻谷要早一些。都是一季稻。嗯。那我们闲话不多说吧，朋友们，带你们走进房子去看一下。这栋房子距离市区的话是15公里左右。刚刚我是看了一下，这是一栋坐西朝东的房子，这边就是大门了，在旁边呢有厢房，我不知道你们长沙是不是这么叫它？对，叫厢房，也叫厢房啊。也叫厢房。这边也有厢房，是一栋典型的三合院房子。就是我们长沙人所说的是4分3间。房子修的比较饱满的那种，整个堂屋呢大概宽20个平方左右，也是一个水泥硬化的地面，上面是做了这是预制板哦。这三间正房都是预制板的，都是预制板。因为这栋房子建的早，所以说以前没有打橡胶板的。对，没打橡胶板。这边是一个主卧了。宽大概也有20个平方左右，差不多吧。有。以前接分的房间，有衣柜，有床，还有大电视。基本上这栋房子的话，打扫一下可以拎包入住的。对。这边还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好像打理的挺干净的。我老妈原来他们就是住这个房间里面，他挺爱干净。后来呢，别人住了就杂七杂八的东西堆的比较多。哦，所以你们都搬去城里面去了？有20年了。有20年了。从这边呢还有一个门可以通往厢房的。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布置呢是挺方便的，好像在家里面可以到处走。柴火灶啊什么的都有。这有柴火灶，里面还有碗柜。这边也是盖瓦的啊。也是盖瓦。可以平时烧火的。这边的砖是土做的吗？土坯的。土坯的。这也是经过我那时候80年，我也参与了房子的建设。是吧？那时候你年纪应该没有多大吧？12岁啊。12岁。13岁了。13岁。那这栋房子花费了多少？当时建的时候？那时候花费了1万块钱呢。1万块钱？85年1万块钱，那也算比较有钱了。我们这栋房子是我们当地第1户起那个红砖墙的。那真的挺不错。对。实际上厢房这边是有一道门的，可以进入院坝，很方便。这边还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也挺宽，也有20多个平方。有。上面的话是用这个是什么做的吊顶？我们那个时候是流行的是那个竹片，就是竹子，把它编制的。对。大家看到这样的吗？在我们湘西倒是比较少见，可能每个地方的建筑风格还是有点区别吧。我们当时都是以当时的流行的方式，什么竹片呀，都是编织啊。对。你看这个老的床铺，就是也有点年代感。这应该是我爷爷辈留下来的。这个床，上面还有一些雕花呢，应该是画的吧？那画的画的，手工画的，挺不错的。看，我觉得你们这边的对竹子用的比较多，你看，对，这边的床都是就是我们先说的竹铺，就是两睡觉的夏天睡觉的，都是竹子做的。你包括竹篮呀，这个竹篮也挺大。对，像老人家那一辈就是搞茶叶的那个叫什么熏茶叶的。熏茶叶。你们这边现在还种茶吗？没，我们这边不种，就是自己家里面吃的茶，就是自己吃的茶。现在我们家的茶叶树的挺多，没人管，没人打理。那是的。这老的书桌呀。
对，这有50多年了，这叔叔也有，都很有年代感。实际上这个房间我觉得光线也挺好的，住在这边呢也挺舒服的。房子大概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觉得走进来之后可以把这个窗户啊加得更大一些，对，可能透光性更好一些。因为这个窗户是因为是去年我自己工地上面剩下来的东西，我就把它直接装上去了，直接安装在这边。对。我们去看一下你们家的水井。可以。你先走吧。据杨大哥说啊，他们这边因为离城市比较近，也很少回来。现在一家人都搬去长沙那边住了，所以说房子是闲置下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水井。哦，打了地下水。对，地下水。然后呢，用水泵把它抽上来。对，水还是蛮好喝的啊。山里面的水。后面这一块都可以租下来做，比方说有人想去种菜啊，都可以租下来。都可以租下来。这所有的，如果是租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客户有需求，要么种田啊、种菜啊，我都可以全无偿的给他提供。无偿提供的。对，我自己的无偿提供，但是别人的可能要扩大的，要搞什么其他的东西，我可以帮助他跟他衔接好。和老百姓协商嘛。对，协商好。那你们家大概有几亩地啊？我们家有差不多3亩地。差不多3亩。那基本上如果是一家人在这边住的话，完全是够用的。我告诉你，有1亩地种田都不得了了。对。尤其像现在，通过袁隆平院士把稻种培育好之后，每1亩地最少都可以种上1200斤了。1000多斤。对，随便啊。现在我想去他们家板栗树的这边看一下。因为这边的地是挺宽的，主要是这里呢更靠近外面，可能视野更开阔一些。这边还养的有蜜蜂呢，说明周边的环境很好。这边也挺宽的。这边可以搭凉亭呀，什么那些啊。对，做茶室都挺不错的。这蜜蜂是你养的吗？是我儿子他们朋友送给他2箱，然后又变成了4箱了，都我们自己吃蜜啊，平时在这里吃蜜都是自己搞。只有环境好，它才会吸引蜜蜂。是的。确实这里的视野挺不错。那边就是进村的主路了吧？对。那边是有高铁的还是？高铁是长一长，就是到你们到张家界啊，到吉首啊，都从长。这边可以回到我们那个湘西那边。对。其实进村的主路是挺好的。我们刚刚开车进来的话，从市区进来大概也只10多接近20分钟左右吧。不要路熟悉的话，可能就是15分钟那样子。15分钟。那我倒觉得可能住在乡下比城里面感觉舒服多了。对。这是茶花。茶叶树啊，这就是。这个应该是茶花树。茶花树，这是茶叶树。你看，好久没人。我老妈他们上一辈他们没回来，就茶叶树就是这样的嘛。对，要是有人打理的话，那可能对，那就整个院子的话就显得很干净的那种。因为像这样的房子，独门独栋，确实啊，整个院吧又比较宽，稍加打理的话，居住是非常舒适的。这里好摆。在我们湘西的粮仓都是木质结构的，长沙这边的粮仓都是砖体结构。刚建房子的时候砌的粮仓。这边是留了一道小小的门，大概也就70-80公分左右吧。还可以放个几百斤、1000把斤稻谷。这是堂屋的背后是有个小小的房间，平时也堆放的有些杂物在这边。留了一扇窗户，背后呢就是土墙了。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改造这个房子的话，把它
后面给打通加宽的话，应该是挺不错的。可以改套房。对对。喂猪的。哦，喂猪的猪圈。我们再来旁边看一下，这是另一个厢房。啊，现在虽然这么多年没住了，还是通了电的。哎，这边的猪圈也挺宽的。这一改就可以改成一个房子，改成一间房，很漂亮。对，要是这个房间还挺大嘞。这边如果把窗户给打通的话呢，透光很好。这边大概有30来个平方左右。在背后还有个房间啊。这里还可以改成房子。原来做鸡舍用的。哦，养鸡。这还有一个最古典的东西，就是上面那个像牛儿车一样的，我们那边有。这应该是到地里面干活用的嘛？对，打生产资料啊、肥料啊，还是有轮子的。这原始的运输工具。对，还有轮子。我觉得还是保持我原来的一个风格吧，走进大山深处，对不对？走进乡村。实际上，我们来到长沙，城里面的房子是非常多的，但是呢，我是特别喜欢乡村的一些老房子。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栋房子，整体的结构是非常好。我觉得只要稍加的打理，把上面的瓦片给换掉，然后呢，房子整体重新布置一下，基本上是可以入住了。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